深夜的纽约街头，一群身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对马路上的红绿灯做了手脚，在一辆货柜车经过路口时，借着夜色的掩护抢劫了这辆车。此时，华人警察比利正在车上和同事麦克闲聊。今天是他来到美国的第10个年头，时间过得真快。麦克提议要好好庆祝一下，于是两人约定收工后到酒吧一醉方休。比利表示自己还约了女友，一醉方休恐怕要换成小酌几杯。此时，车子开到了里顿大道，两人发现了前方的货柜车。麦克马上向总部汇报相关情况，并下车查看。货柜车像开罐头般被完全破坏，车里空空如也，连车头都被削去了一半。比利和麦克拿着枪在四周查看，司机摸着头悠然转醒，得知两人是警察后说起了反话，表示纽约的治安真不错，自己等个红灯的功夫就被抢劫。比利仿佛已经见怪不怪，从地上捡起司机的帽子还给他，并表示欢迎来到犯罪之都纽约。案子交回总部后，比利和麦克来到酒吧，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一帮穷凶极恶的歹徒冲进酒吧抢劫。比利在对方举枪前将其击毙，激烈的枪战一触即发。比利身手敏捷，枪法精湛，很快便解决了几个劫匪。麦克却被匪首射杀，当场身亡。匪首来到码头抢劫了一艘快艇逃走，比利也紧随其后向海员征用最快的船只。在纽枪马上转变态度，交出钥匙。比利的游艇不愧是全码头最快的，不多时便追上了匪首。警方的直升机也很快锁定了目标。双方一番配合下，成功将匪首炸成了碎片。比利虽然将劫匪一锅端，却因为违抗命令私自行动，被局长一通斥责后罚去当交通警察。被降职的比利在大亨沙比路的时装展上维持秩序。沙比路是手握半个曼哈顿的商业巨鳄，宴会上觥筹交错，各路名流齐聚。比利偶遇了搭档加伦，据说他因为忍不住打了一个逼良为娼的恶人，结果被控到暴力执法。事情闹到局长那儿，他也就出现在了这里。两人简直难兄难弟。时装秀正式开始，剧烈的爆炸声突然响起，几个蒙面匪徒从天而降，劫走了沙比路的女儿罗娜。比利和加伦免不了一顿责骂，但两人都认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开枪反而不是最好的选择。警方首先对沙比路进行了问话。比路的保镖班尼在过去的12小时内给同一个号码打去6次电话，这个号码来自中国香港。说到香港，最近调查局的康特先生有几个目标就来自那里，他们是香港毒贩高伟洛的手下。根据情报，康特怀疑沙比路和高伟洛有毒品生意往来，之所以劫走罗娜是因为二人之间发生了分歧，那么基本可以确定目前罗娜已经被送往了香港。于是高层决定派比利和加伦前往香港解救罗娜，同时找到高伟洛和沙比路毒品交易的证据。比利和加伦来到香港，和当地警司韦德对接了相关事宜，得知班尼的电话打给了一间名叫上海芬兰玉的洗浴中心。两人随即来到芬兰玉，比利向前台打听班尼的名字，殊不知这家洗浴中心的老板正是高伟洛的手下。察觉到二人的身份后，便派来杀手对付二人。双方上演了一出洗浴中心大逃杀。比利和加伦不敌对方人多势众，被带到了老板面前。老板知道二人的身份，打算将他们就地解决。比利趁机夺过枪，威胁老板不要轻举妄动，后二人便离开了洗浴中心。来香港前，比利曾找过自己唐人街的朋友贺天，贺天交给他一枚铜钱，表示到了香港如果有需要，可以拿着铜钱找一个叫李欣的人寻求帮助。翌日，比利和加伦拿着铜钱找到李欣，他们到香港寻找罗娜的消息已经不是秘密，不需要说明来意，李欣就一清二楚。三人坐下细谈，李欣表示高伟洛实力雄厚且心狠手辣，并且他也不相信比利和加伦有对付高伟洛的实力，贸然站队恐怕十分危险。说话间，洗浴中心的老板就带着一帮小喽啰来到码头，加伦解决掉一众小弟，比利追着老板上蹿下跳，穿梭在码头的大小船之上，一番观赏性十足的跑酷后，还是让老板逃走。不过这趟没有白费力气，李欣最终改变主意，决定讲义气，帮比利查出罗娜的位置所在。二人回到旅馆，发现床上摆着1箱美金以及2张机，二话不说直接拒绝。这时埋伏好的枪手杀了出来，比利和加伦奋起反击，枪手们一击不中就要逃走，比利追下楼射爆了他们的车胎，枪手们见无路可逃，直接引燃炸药自杀。这场闹事枪战引来了当地警方，比利和加伦被带回警局。韦德警司表示已经联系美方，要求立即召回二人，并建议二人了解一下高伟洛在香港的地位。近日他花300万买马，并打算在明天召开记者会，宣布这匹马赢来的所有钱都会捐给慈善机构。在比利和加伦看来，此举只是高伟洛立人设的手段罢了。翌日，比利和加伦来到记者会现场，见到了高伟洛本尊，四周的人纷纷哄抢，二人扬长而去。然而报复来得很快，高伟洛残忍地杀害了李欣，这让比利更加坚定了将其绳之以法的决心。此时，加伦正四处查探高伟洛的地盘，他在港口的货柜站发现了班尼和几个打手，随即便回到船上和比利会合。几人商议一番后，初步怀疑货柜站就是高伟洛的大本营，罗娜也极有可能被关在那儿。夜幕降临，
比利和嘉伦带着李欣身边的小黑来到货柜站，三人顺利潜入货柜，里面果然大有乾坤。三人找到罗娜的藏身之处，并成功将其救出。临走前顺势炸毁了制毒窝点，然而嘉伦却因失手被生擒。高伟洛对嘉伦进行了审问，他死咬着没有说出罗娜和比利的去向。这时比利打来电话，表示如果嘉伦有事，那么他休想再找回罗娜。高伟洛闻言表示一切都可以商量，2个小时后船厂见，好好谈谈这笔买卖。约定了时间，比利让小黑带罗娜去找韦德景斯，并转告他多带点人马，7点钟到船厂支援，如果晚了就只能替自己收拾。这一趟凶多吉少，但比利别无选择。2个小时后，他如约来到船厂，见到了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嘉伦以及韦德和罗娜。原来韦德景斯早就被高伟洛收买，情况不容乐观，看来他今日是有去无回。高伟洛并不急于除掉比利几人，他命手下班尼和比利过招，给自己演绎出真人格斗。班尼曾经获得过空手道比赛的冠军，比利对上他十分吃力，且一直处于下风。等他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反击，看台上的高伟洛扔给班尼一个直虎，其歹毒心思可见一斑。比利也顺手拿起武器反击，打倒班尼后跑到集装箱上解开了嘉伦，随后解决掉一帮小喽啰，开始追击高伟洛。高伟洛也是十分自信，居然没带任何热武器，这也给了比利反败为胜的机会。一旁的班尼从地上爬起，拿着一个电锯胡乱挥舞，最后挥到了高压电箱，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此时小黑带着警察赶到，韦德的手下早就对他有所怀疑，这次直接人赃并获。罗娜和嘉伦先后被解救，比利追着高伟洛跑到室外，没想到高伟洛留有后手，乘坐着直升飞机逃离，留下一个肌肉男和比利周旋。比利用头脑战胜了对方的大块头，此时高伟洛非但不想着逃走，反而势在必得般要除掉比利。一番闪避后，比利钻进一个吊车，找准时机将塔吊上的货物砸在了直升机上，直升机瞬间被火蛇吞噬坠落。高伟洛可是大罗神仙也难救，这就是自信回头以为自己能杀人，结果被反杀的经典案例。这才是他